Olivia Rodrigo 全新单曲 Drop Dead 靠着多版本策略，以349点高点夺冠，却莫名掀起音乐圈论战。但最讽刺的是，那些指着他骂的人，几乎每一个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产业内幕。多版本根本不是现代才有的商业手段，早在70年代黑胶唱片时期就开始在玩这套了。而到了现代，因为短影音发展延伸出了加速版、减速版后，音乐产业早就离不开多版本了。与其跟风开骂，不如先搞清楚这套玩法究竟是怎么形成的。多版本究竟是摧毁艺术的毒瘤，还是市场进化的必然结果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。多版本争议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吵，尤其是网络上更是成为攻击他人的根据。那么多版本真的只是一种商业或获利的工具吗？音乐产业的多版本又分为专辑与单曲的多版本。先从单曲开始说起。1970年开始 Disco 音乐盛行， DJ 们抱怨仅容纳得下一首歌曲的7寸唱片太短，无法让舞池中的舞客们尽兴。于是唱片公司开始发行出12寸的单曲唱片，可以容纳更长的音轨，加长版也就此诞生。但不是每一首歌曲都适合舞池这种场合播放，只有加长版绝对不够。因此制作人们开始研究，进而制作出更适合舞池播放的混音版。多版本的概念正是从此时产生的。但这个时期的多版本概念很简单，一首是歌曲的原型，一首是适合电台播放的电台版，另一首就是适合舞池播放的混音或加长版。1990年代开始 ，CD 逐渐取代传统唱片市场，制作成本更低，但音质更高。同时，音乐榜单兴起，市场比较生态开始。在竞争下，唱片公司发现，死忠粉丝愿意为同一首歌曲买单2次以上这件事情。单曲多版本正式成为商业图利与推升排行榜的工具。单曲 CD 内开始出现包含但不限于不插电版、人声版以及 DJ 混音版，并分类做成不同版本销售，进而刺激销量。也就是说，早在1990年，多版本发行的目的就改变了，且与现代极度相似。2000年开始进入了下载时代，音乐取得更加容易。只要从 iTunes 等平台中花一支单曲的价钱，就可以在数位工具中聆听音乐。价格比 CD 便宜更多的同时，因为不用再大量制造 CD， 更是大幅降低制造成本。不论对粉丝还是发行商来说，都是有利的策略。因此，多版本下载变得更加丰富。除了 CD 时期就有的版本外，还出现了客串混音版等等手段，更有甚者出了几秒的杂音。这些版本通常会在冲击榜单的关键时刻释出，进而刺激销量，最后拿下榜单的冠军宝座。2010年开始正式进入串流时代，受串流时代影响，下载骤降，大部分人的音乐聆听方式变成了能随点随放的串流音乐，市场也有了改变，但仍然将实体单曲与下载视为含金量最高的依据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进入串流音乐时代后，双方各有何优缺点。串流音乐优点是能看出有多少人真正在聆听你的音乐，缺点是数据造假问题在目前仍是很大的疑虑。下载方面则是死忠的地盘，能看出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歌曲花钱购买，永久拥有这支单曲，认为你的歌曲是有价值的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过去的冲榜手段至今仍然适用，且对榜单来说仍是含金量最高的部分。因此，不论是粉丝还是团队，仍会将下载作为主要战场。而同时，因为短影音的影响，加速与减速版也流行了起来，后来也皆成为冲榜的商业手段。因为冲榜手段多，榜单规定也随之增加。目前 Billboard Hot 100的规定极其严格，降低了下载折算，限制单曲价格，追踪真实 IP 等等，尽量压低冲榜造成的榜单数据。说了这么多，似乎都只看见了多版本是为冲冠而生，但实际上不全然如此。多版本仍拥有过去的艺术性，
例如不插电版将歌曲用另一种更原始的方式呈现，却拥有原版歌曲无可取代的感动。又比如伴奏版能听出一些可能被人声给盖过的音乐细节，而这些细节或许就是歌曲真正的亮点，甚至是语音备忘录中最原始的歌曲诠释与创作理念，让人们能真正了解这首歌曲制作与歌词成型的原因关键。若从这个方向来看，其实多版本并不完全只是出于商业成绩，音乐的艺术表现也是重要的一环。专辑多版本策略与单曲的成型不同，从一开始就是以销售防御与通路竞争为主。1980年代开始，各通路都在贩售同一张专辑。在日本市场中，欧美进口的 CD 比当地发行的 CD 便宜得多。为了要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让国内消费者购买日本盘，欧美唱片公司开始专门为日本市场提供1到2首额外的独占曲目。结果发现听众竟然愿意为了这多出来的1-2首歌曲重复购买同一张专辑，即使需要花更高的价钱取得，他们也愿意。也是因此开始了所谓豪华版的销售策略。2000年进入下载时代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盗版猖獗。为了给消费者一个购买正版实体专辑的理由，唱片公司开始推出包装更精美，包含幕后花絮 DVD 或加收新歌的豪华版。同时，美国许多销售通路竞争更加激烈，为了抢夺客源，通路会要求唱片公司提供通路独占版。最简单的例子，泰勒斯的 Sweeter Than Fiction Taylor's Version 就是1989 Taylor's Version Target 特别版唱片独占曲目。如果说欧美发明了豪华版，那么真正将专辑多版本作为极致商业手段的，就是 K-pop。2010年开始， K-pop 专辑受不同版本的影响，用更聪明的每个成员独立封面与盲盒小卡的方式，彻底将专辑原本音乐载体工具变成了粉丝周边盲盒。这也是为什么 K-pop 全球首周销量动辄500多万，而欧美最厉害的歌手全球首周综合销量仅仅500万出头，也是欧美圈会特别看不起 K-pop 销量，以及全球专辑年榜总榜中 K-pop 总难登顶的原因。看到 K-pop 这样的商业操作方式，欧美圈也受到类似启发，开始从豪华版逐渐推出了其他种类的版本，进而增加专辑的榜单等等成绩。但这件事情真的是坏事吗？设想看看，如果什么多版本都没有了，现在的音乐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若不是榜单成绩的刺激，实体市场有没有可能更早结束呢？音乐发展本来就是这样，当年实体销售能这么流行，正是因为音乐传播的不容易。现在串流当道的世界，即使要求音质，早就不需要 CD 了。现今还会购买专辑的，除了那些收藏者们，还有谁呢？再者，多版本的发行其实也给了艺人另一个创新的机会，让他们将专辑重新诠释，重新将唱片或 CD 做出不同的设计等等。如何利用不同版本重新回馈给听众，这才是目前多版本最大的挑战。不然，就算出了再多的版本，又有谁会买单呢？我个人非常赞同多版本这件事情。音乐产业的不断变化下，我们都应该接受多版本的运行模式，毕竟这就是在科技进化下的市场改变，无可避免。与其批评多版本的行为，最该抵制的应该是那些特意压低价格，只为销售出大量专辑，冲击榜单成绩，或是为了专辑内的小卡或周边搬箱买，最后将作为音乐载体的 CD 被当作垃圾一般丢弃，不仅污染环境，还违背了音乐艺术的初衷。我很喜欢泰勒斯说的一句话：一张专辑的价值取决于艺术家在作品中的投入，以及音乐进入市场的经济价值。如果连创作者都将专辑作为完全利益的工具，不是相当于认为自己的音乐毫无价值吗？专辑应该是收藏品，而不应该成为人人可丢弃的垃圾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我对多版本的所有想法啦。你支持多版本这件事情吗？你喜欢 Olivia 全新单曲 Drop Dead 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哦。那么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
有关泰勒斯或西洋音乐圈，想了解哪些部分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